我从14岁那一年开始就想要当一名兽医，过后我就没有想过要当任何别的职业。Hi Luffy, can I have a look at your eye? 这个 animal human bond 我觉得非常难得，我需要去维持。Good boy。大家好，我是巫慧莹，今年39岁，我是一名兽医眼科医师。这个病人的名字叫麦罗，我们今天要帮他进行一个白内障手术。我已经把他的头稳定他的位置。其实我们在外面已经消毒了一次，我们进来这个 sterile 的 environment 又要再消毒一次。这个手术会有大约20到45分钟。根据我的经验，宠物最常见的眼科问题包括白内障、青光眼、角膜溃疡和干眼症。如果不及时治疗，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不适或者失明。所以，当主人发现宠物眼睛有任何异常时，应该尽快就诊。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对动物有一个 empathy。我第一个兔子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在小学，我记得我哭得很凄惨。那我觉得动物们其实真的很会讲述我们的心声，或者我们很伤心的时候，他们也其实会安抚我们。我记得我那时候 PSLE， 我妈妈就问我：“你其实以后要当什么？”我真的是很认真的思考了2年，然后我14岁的时候，我才说我真的要当兽医。我一直对眼科的奥妙和挑战深感兴趣。它是一个既具挑战性的专科，在本科阶段并没有太多人真正理解它，所以我反而被它深深吸引。我是一个很爱挑战的人。我从兽医学院毕业后，其实曾经申请过到美国实习岗位，但是我被拒绝了。于是我回到新加坡从事全科工作，同时继续默默追逐我的梦想。过后我就自费参加各种会议和眼科课程，希望能够加强我的竞争力。我把所有的年假都用来拜访国外的眼科医生，也写了一些综述文章。终于，我拿到了悉尼一间诊所的眼科实习机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实习完后，收到了同一家诊所的3年住院医师的职位。那一刻，我真的松了一口气。我想，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开心的一刻。我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而且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都要待命，就是 on call。同时回家的时候还要赶写文章，而且这是只能在下班后才能够继续学习。这段时间非常累，但也有很多成就感。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She already has prep lots of them.其实动物眼科一直有需求，新加坡也没有任何兽医眼科医师，所以我也逼不得已得开我的第一个 clinic。我们要割掉肿瘤，然后还得拿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然后去 test。
try, it's okay. Amazing. She'll come out and Yeah, eat. she'll come out for this. 在会诊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引导宠物主人了解一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呢，我们确诊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然后这种病为什么会引起这些症状 ？So this is a very obvious form of inflammation. 然后术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并发症？之后还要留意什么样的症状或者变化？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东西要讨论。She probably will need higher doses of steroids. My cat's got very bad cancer. Because her stomach cancer is so bad, it starts to show up in the eye. So it's been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very quick decline. And she's very calming, very reassuring, which is obviously good as a pet owner because,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seeing your animal or your loved one in pain. She explained it many times that I understood, and I love that. Quickly grab the key. Oh, thank you. Okay, we let him go in so that he will feel a bit safer in a smaller space. Okay, here you go. You can go home. 我之前有带猫去另外一个普通的兽医，然后因为眼睛是比较敏感的部位，所以他们就建议把猫的案子就交给专科处理，就比较好啦。This is salt water but sterile one, so that you can clean the wound. Just place it on his upper eyelid, like that. 我觉得德布很专业啦，他就是有和我详细解释猫的状况，然后有做必要的那个体检啦，就了解他以前的那个病例，他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再建议看手术要怎么进行。And then I just cut out the entire lump. Okay, 我最满足的时刻之一是看到宠物重获光明，也看到这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当主人告诉我，他们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宠物变得更快乐，生活质量提高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Alright, Sparky. 哎呀 ，OK. 其实已经有几位新加坡人在这条路上。我也一直很喜欢教导下一代兽医眼科医生，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告诉他们这一条路很艰难，但最终非常值得。Good boy。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永不放弃。